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王真。今天这集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这件事越挖越诡异。于朦胧案还没结束，反而越烧越旺。一边是英国灵媒直播连线亡灵，爆出不是意外6个人一场一世这种离奇内容；另一边范世琦突然取消演唱会，官方说身体不舒服，可网友全都不信，有人酸他票卖不出去，有人说良心不安也会让人病。留言区整个炸开了，有人直接留言范小花救我，我手没劲儿买不了票。这句话让人背脊发凉，因为这正是录音里那声求救。更离谱的是，鱼这个字居然被封，雨伞也成了禁词，就连卖鱼钓鱼的博主账号都被误封。一场全国级的文字猎物，就为了压一个名字。但有句话说得好，字可以封，声音封不住。那段范小花救我的音档还在传，据说有海外团队做了声纹比对，相似度高达 99%。 那位英国灵媒居然还提到圆形阵、怪兽，这些词竟然和中国网上流传的仪式说一模一样。他根本不懂中文，却说出一样的细节，这是巧合还是有人在引导整个剧本？所以别再问有没有阴谋，现在该问的是谁在主导这场戏。是身体不适还是舆论压力？中国男星范世琦最近和于朦胧案的名字被紧紧绑在一起。他原本计划10月18号在成都举办一场名为《热血的笨蛋》的演唱会，但在10月9号，他的工作室突然发出公告取消演唱会，理由是艺人身体原因。公告里说，经专业医疗团队评估后，强烈建议休息。范世琦本人也透过工作室表示万分难过和遗憾，听起来很正常，对吧？但中国网友完全不买账，留言区全是质疑和嘲讽。有人说人品有问题变成身体有问题，有人酸票卖不出去，怕被丢鸡蛋吧，甚至还有人冷嘲范小花救我，我手没劲儿买不了票。据中时新闻网报道，他这场成都演唱会只卖出了约15张票，可谓全线扑街。范世琦1992年出生在吉林白城，2013年参加快乐男声出道。他毕业于长春市公共关系学校，主修空乘专业。出道后转向演艺圈，演过《不一样的美男子》、《幻城》、《画江湖之不良人》、《火王之破晓之战》等。说白了，他不是顶流，也不是无名之辈，所以当舆论开始怀疑他和于朦胧案有关吗，这件事就炸了。于朦胧是在9月11号凌晨于北京朝阳阳光上东小区坠楼身亡，警方仅用12小时就结案，定调排除刑事嫌疑，也就是非他杀，但这速度太快，引发大众不满。不少博主质疑，现场有10多名目击者，为何没人被正式采访？就在官方急于结案的同时，网络流传出几段音档，其中最广传的一段就是那句范小花救我。范小花正是范世琦在圈内的绰号。有网民声称录音送往海外声纹比对，相似度高达 99%， 但必须强调这部分属网传，没有权威机构公开证实。另有报道指出，于朦胧离世后的2天，范世琦在舞台上表演时出现搓肚子的动作，被部分网民解读为暗示或挑衅，这更点燃舆论怒火。而在海外网站阿瓦子上为于朦胧讨公道的联署，截至10月9号已突破26万人签名。也因为这些传闻，范世琦的演艺事业受到了严重冲击。他客串的一部新剧《许我耀眼》遭到了大量网友的抵制。许多于朦胧的粉丝表示，看到范世琦就生气，号召大家别给他流量。现在演唱会也取消了，无论真实原因如何，这场风波对他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这件事也让我们看到，尽管官方试图平息事态，但民间的力量，尤其是网友自发的抵制和质疑，正在实实在在地影响着现实世界。说到这里，大家可以留言讨论一下，
你觉得范世琦取消演唱会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是官方说的身体问题，还是真的像网友猜测的那样，是因为舆论压力和票房惨淡呢？如果说范世琦的事件是现实层面的余波，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带有一定超自然色彩了，但它揭露的内容却可能是解开整个谜团的关键。9月23号，英国灵媒 Tay Williams 在直播中称，曾和于梦龙的零星讯息连接约1小时，并表示此前不认识当事人，也不了解华语娱乐圈。该场零星对话信息量庞大，说法颠覆，核心要点如下，均为其个人陈述。第一，离世的真相并非意外，而是邪教祭祀，这是最骇人听闻的一点。据威廉姆转述，于梦龙告诉他，他是亡于一场邪教祭祀，仪式中用了一种圆形的物体，参与者是一群平时看起来很软弱、很无辜的男女。于梦龙称呼这些人为恶魔和怪兽，并说我得和怪兽睡觉，还得把我的身体给他们。灵媒不懂中国文化，但他提到的怪兽在一些宗教解读中被联系到了圣经里的大红龙和七头兽，分别被认为象征着控制中共的邪灵和西方的一些秘密组织，这让整个事件的背景一下子变得极为复杂。我们插进一段工商时间，一位年轻女孩旅途中因为天气干燥，手指出现不少肉刺，拔掉后又在流血，一般需要好几天恢复。吃了2支红海参凝胶之后，2天就好转了。这个产品是用当地海女亲自下海采到的珍稀红海参做成，配方就是90%深海野生红海参加10%韩国红参，再加纯天然蓝莓原液，透过专利发酵做成果冻口感的口服凝胶，清爽不腥，还带点果香。红海参本身含有18种氨基酸、天然原胶和活性钙，不仅能促进细胞修复、延缓老化，还能补钙造血、改善气色，对气血虚弱、高血压、肝功能差或免疫力低下的人都很有帮助，非常适合长辈、成长期孩子、加班族等。而且一盒30支，带着走超方便。早上空腹或运动后随手拆开就能吃，冰过之后吃起来口感更特别。我建议趁现在还有货赶快下单，不然真的缺货就要等很久。我朋友怕断货，干脆一次囤了10盒。点击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输入优惠码大10局就可以享受85折。中国大陆2盒起卖，4盒免邮，购买70美元，美国本土包邮，满260加币，加拿大包邮。好，下面我们接着讲灵魂对话的内容。第二，涉案人员。对话中多次提到有6个人涉案，这个团伙里有男有女，包括他的经纪人、公司 CEO 等。他还提到有黑警参与其中。他生前曾因为拒绝参加一个非正常的聚会，而与经纪公司高层发生了激烈冲突。他当时就想退出这个行业，和自己唯一的真爱在一起，但对方不允许。第三，残酷的过程。据灵异感应者描述，于梦龙生前遭受了长期的虐待，他曾被经纪人施暴，留下了明显伤痕，被剥夺行动自由，像奴役般签下不平等的合约。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被带进一栋大楼的电梯里，因为察觉情况不对想逃跑，结果后脑遭到重击，血流不止。他被迫与自己不愿接触的人发生不当行为，当他拒绝后，对方威胁要找人对他施暴。最终他是被从窗户推下去的，在最后一刻仍在哀求。灵异感应者非常肯定地说，他不是自己结束生命的。在他离世的那天，他其实是在为自己抗争，决定不再屈服，要活出真实的自己。第四，给粉丝和世界的呼吁。在对话中，于梦龙反复呼吁他的粉丝和所有关心他的人，不要再害怕，不要再漠视。他说，你们知道真相，你们看到了，你们是其中一员。他还提示，很多证据就藏在他过去的直播录影和粉丝拍摄的影片中，比如他面对某些人时惊恐的眼神和不自然的肢体语言。他希望大家能把证据交给好的警官。这场灵异连线的内容可以说是字字泣血，
他描绘出了一个让人难以想象的黑暗产业链，一个专门禁锢折磨艺人的团体，把人关在隐秘空间里，逼迫他们屈从。我们知道灵异感应这种事情，信与不信因人而异。在这里，我们不去争论它的真假，重要的是，这位英国灵媒所描述的许多细节，竟然与网络上流传的多起爆料，甚至是另一位华人命理师马先生的推演惊人的一致。东西方的2位灵性研究者都将于朦胧的离世指向了一种极端的控制和仪式性行为，这就引出了这起事件中最神秘也最让人不安的一种说法。献祭这个词听起来非常古老，甚至有些荒谬，但在于朦胧案中，它却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关键词。为什么呢？因为一系列令人难以解释的巧合。有网友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于朦胧的生日是6月15号，这一天和中共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生日是同一天。这还没完，网友还联想到了另一位在2016年离世身亡的年轻男星乔任梁，他的生日是10月15号，而这一天又恰好是习近平的父亲中共元老习仲勋的生日。2位都是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突然离世，官方给出的结论都难以服众，而他们的生日又分别对应了习氏父子。这一切叠加在一起，让待人成劫的献祭之说在网络上疯传开来。这种说法根植于中国古代一种很深层的文化观念，叫做天人感应。古人认为地上的君王如果失德，上天就会降下灾祸，而一些方士术士就可能用一些邪术，找一个替身来替君王挡掉这些灾祸。不久前，习近平本人还公开说过人要活到150岁这样的话，这更让网友们的联想停不下来了。我知道听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是阴谋论，全球几十亿人生日相同不奇怪，但是就像有些评论指出的，当官方的说法漏洞百出时，民众自然会倾向于相信那些看似离奇但逻辑上却能解释一切的阴谋解释。为了帮助大家理解为什么献祭这种说法在华人圈有这么大的市场，我们来简单科普一下中国古代的人祭历史。这并非空穴来风，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商朝，以活人作为祭品是一种相当普遍且极其残酷的国家级宗教仪式。考古学家在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也就是商朝晚期的首都，发现了大量祭祀坑，里面埋着成千上万具人骨，许多遗骸身首分离，甚至有被活埋的痕迹。根据甲骨文记载，商代用于祭祀的人犀总数可能超过14000人。这些人犀的主要来源是战争中被俘的对手，特别是羌族。他们祭祀的对象主要是祖先与自然神灵，目的是祈求庇佑或庆祝战争胜利。这种做法到了周朝后期逐渐减少，春秋战国时期更受到诸子百家的严厉批评，后来才被动物祭祀或以陶俑、木俑取代。例如秦始皇的兵马俑其实就是早期人祭习俗的一种象征性延续。不过这里要区分一个概念，网上有人提到众生鸡，说拔掉于朦胧的指甲是为了这个，但众生鸡和血腥的人祭完全是两回事。它是一种道教风水改运法，相当于给活人修一个生坟，把个人的头发、指甲、生辰八字等埋进风水宝地，借此吸收天地灵气以改运，目的是趋吉避凶、增福延寿，并不是夺命的献祭。了解这段历史，我们或许就能明白，那种对神明力量与仪式暴力的恐惧，其实一直潜伏在我们的集体潜意识里。当现实案件无法用常理解释时，这些古老的记忆就容易被唤醒。说了这么多，我们现在回到案件本身。于朦胧是在今年的9月11号被发现在北京一处小区坠楼身亡的。但最让外界质疑的是北京警方的处理方式，他们仅仅用了12个小时就火速结案，给出的结论是排除刑事嫌疑，相当于定调为意外或自我了断。
据说当时现场有10多名证人，但似乎都被忽略了。于朦胧的母亲也公开发声，强调儿子离世与他们无关，但这一切都无法平息汹涌的舆论。因为网络上流传的内幕和官方的轻描淡写差距实在是太大了。综合各路消息，我们大致可以拼凑出一个官方版本之外的离世时间轴。据说于朦胧因为拒绝娱乐圈的潜规则，早就被多次打压和冷藏。后来他可能无意中掌握了一些关键证据，比如一只传说中的红色 U 盘，从此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从今年8月29号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后，他就疑似与外界失联，被囚禁在北京的阳光上东小区长达半个多月，期间可能遭受了酷刑，逼问 U 盘的下落。他额头上曾出现的淤青，被怀疑是近期被施暴的证据。到了9月8号、9号，他可能被转移到另一处别墅，继续遭受灌酒、殴打和羞辱，最终在11号传出噩耗。还有人传言，他出事当晚有一个多达17人的聚会，现场人员背景复杂，甚至可能涉及中共高层的亲戚。面对这些排山倒海的质疑，中共当局的反应是什么呢？不是重启调查还原真相，而是疯狂的封禁。所有关于此案的讨论都被严格审查。为了绕过审查，网友们发明了各种谐音梗，比如用小鱼或者鱼的表情符号来代替于朦胧。结果呢，荒唐的一幕出现了。从9月底开始，中国各大社交平台上大量卖鱼的主播、钓鱼爱好者的账号突然被封禁，有的被禁止直播长达90天，有的被封7天、3天不等。甚至因为网友用雨伞来指代凶手背后的保护伞，连雨伞这2个字在某些平台也成了禁词。这种宁可错杀1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封锁方式，简直到了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地步。有网友调侃说，快进到中国禁止养鱼吃鱼了，那些姓鱼和鱼的可咋办呀？但这种高压封锁反而起了反效果。很多原本不知道这件事的人，因为看到卖鱼主播被封，反而好奇地去了解事件真相，使得关注此事的人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就连 Netflix 平台都被发现悄悄地将于朦胧从他参演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演员表中移除了。这种殊未除名的做法，更让人相信背后必有鬼。面对国内的晋升，海外的华人没有沉默。有网友在全球最大的请愿平台上发起了一项名为“为于朦胧讨公道”的全球联署。截至10月9号，这项联署已经获得超过26万人的支持。这已经不仅仅是为一个明星的意外离世发生了。就像一位网友说的，大家之所以如此愤怒，是因为我们的环境中居然有光明正大的囚禁、肆无忌惮地虐待一个人类这种事。谁愿意生活在一个这样的环境？在中国，甚至出现了天降异象，被民众解读为天怒人怨。北京继9月15号出现乳状云后，又遭遇一场巨型冰雹雨，大量汽车被砸出大坑，楼房墙体犹如被机关枪扫射过。江苏乌鸦满天，湖南街头浮游如雪花般大量聚集，都被网友和于朦胧的冤情联系在了一起。网友们在相关视频的弹幕中打出冤立案，是老天爷都觉得冤啊，朦胧，老天请还他个公道。而在言论相对自由的台湾，这件事也引发了激烈讨论。当有大陆网友在社群平台 Threads 上问为什么台湾人要这么关注于朦胧事件时，一条获得上千人按赞的回答是，因为他先是人才是中国人。这句话或许道出了整起事件最核心的悲剧所在。好了，各位观众，从范世琦演唱会取消，到英国灵媒的通灵对话，再到献祭疑云和全民反封杀的抗争，我们今天把于朦胧案的各个维度都梳理了一遍。这起案件到今天已经远远超出了它本身，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娱乐圈深不见底的黑暗，照出了中国体制下公权力的蛮横与不堪一击的公信力，更照出了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里，普通人追求真相的艰难与可贵。灵媒的说法我们无法证实，献祭的猜测或许永远是个谜，
但无数网友的愤怒是真的，官方心虚的封杀是真的。一个年轻生命在疑点重重中逝去，至今没有一个公正透明的说法，这也是真的。只要真相一天不被揭开，这起案件就不会结束。有评论员就指出，在中共体制内，想得到公正调查几乎不可能，除非高层权斗，需要利用此案来打击对手。唯一的出路或许就在海外，在所有有良知的人们的持续关注和发声下，让压力不断累积，直到黑暗被撕开一道裂口。节目的最后，想问问大家，听完今天我们整理的内容，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你觉得哪一个疑云最值得深究？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您的看法。如果您也希望这件事能被更多人看到，请帮我们点赞并转发这支影片。真相需要被传播，而您的每一次点击都是一份力量。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